大家好，我是魏之超。有一位美国经济学教授在1993年出版了一本预言之书《自由贸易的迷思》，在30多年前就精准地预测到放任自由贸易对美国造成的各种负面结果，贫富严重两极分化、产业空心化、巨额财政赤字、供应链危机。书里的预言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美国一一兑现。更加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开出的药方不但包含了川普第二任期标志性的高额关税，而且这个解决方案的总体思路竟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套路惊人的相似。莫非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今天的美国吗？自由贸易的迷思的作者呢，是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拉维·巴拉特。这本书绝对是经济学界的另类作品啊，因为直到今天，自由贸易也绝对是主流经济学的金科玉律。但凡哪个经济学者想给自由贸易挑点毛病，那主流经济学家都会一个个跳起来，恨不得当场把他开除出经济学界。尤其是在《自由贸易的迷思》这本书出版的上世纪90年代初，那会儿是冷战刚结束啊，全球化的浪潮如火如荼。那个时候谁敢质疑自由贸易，那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当时就经常嘲笑那些担心全球化的人，说他们是一群不懂经济学的傻瓜。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保罗·克鲁格曼眼中的这个傻瓜拉维·巴拉特是怎么样对自由贸易犯下大不敬之罪的。他在《自由贸易的迷思》这本书里做了哪些神预言？又为什么说他开出的药方竟然是要让美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拉维·巴拉特在书里反复重申的其实只是一个常识啊，那就是一个国家想要富强，靠的不是对外自由贸易的表面繁荣，而是扎扎实实的本国制造业和生产力。制造业牛逼，国家才能够牛逼。贸易呢，只是锦上添花，有的时候甚至还是添堵的。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好像不太喜欢把一个国家的制造业能力单拎出来看问题啊，他们很喜欢跟你强调比较优势，说各国发挥自己的长处，自由交换商品，那大家自然都能够过上好日子。可是呢，巴拉特翻了翻历史旧账之后，却发现事实好像不是这样啊。就拿美国来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长期奉行的都是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尤其在二战以前，美国市场几乎是对外国货关门谢客的，靠保护本土新生的工业和内部的竞争，实现了工业基础跨越式的壮大。1869年到1990年间，美国的平均关税是高于 40% 的，但是工业总产值却翻了两番，物价还下降了大约30%，工人的实际工资上涨了一半，贫困人口锐减，中产阶级不断的壮大。高关税并没有拖后腿，反而是伴随着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而且这并不是孤证啊，比如说20世纪后半叶在亚洲崛起的那些经济体，亚洲四小龙什么的，他们用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策略，都是先用关税壁垒和各种隐形的壁垒守住国内市场，不让外国那些更加有竞争力的产品直接倾销进来。而与此同时呢，他们都鼓励国内的企业内卷，相互厮杀，推动工业升级。正是这种一手对外实施贸易保护，一手对内鼓励竞争的组合拳，造就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制造业的辉煌。他们的崛起都不是靠盲目放任的自由贸易，这也是印证巴拉特的核心论断的。现代国家的繁荣之本是在于强大的工业和充分竞争的国内市场。如果自己的制造业空心化了，那光靠对外买是买不来持久的繁荣的。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呢，这个情况在1973年那一年完全改变了。美国在1973年走向了历史的拐点。那一年是关贸总协定的降税协议生效，美国把平均关税的税率一下子降到了 7% 左右，从此就彻底向全球敞开了大门。廉价的海外制造品像潮水一样涌入美国。本以为呢，这会让所有的美国人都过上好日子，但是根据巴拉特的分析啊，结果正好相反。美国的经济结构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美国实施彻底的自由贸易之后其实是停滞甚至是滑坡的。巴拉特列举了自由贸易对美国造成的至少4大后果，这些后果不但在当时就已经露出端倪，而且在这本书出版后的这30多年里在持续的被应验。那第一个后果呢，就是大家现在听到最多的制造业空心化，大批工作消失。打开国门迎接全球低成本竞争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大幅衰败。无数工厂不是被廉价进口冲垮了，就是干脆外迁到别的国家，再把产品卖回到美国。
于是呢，数以百万计的体面的制造业饭碗就此消失了。1979年的时候，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接近了1950万的峰值，此后就一路下滑。进入到21世纪之后，更是断崖式的下跌。21世纪头10年，制造业岗位从大约1700万锐减到1100万左右。后来虽然稍有恢复，但是也远低于巅峰水平。目前的制造业就业仅占美国全国就业的不到8%。美国经济的主心骨制造业可以说就此被自由贸易掏空了。如果在当年巴拉特写书的时候，这还只是初露端倪的话，那今天就算是彻底噩梦成真了。巴拉特在书里还特别提到了美国对墨西哥、加拿大这2大邻国推进自由贸易的风险。当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在酝酿签署，主流的声音都说美加墨3国贸易自由化会带来3赢，但是巴拉特泼了一盆冷水。他就警告说，美加墨3国贸易协定可能会成为压垮美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墨西哥工人的工资更低，自由贸易区一旦建立，那美国的企业必定大幅南迁，那美国工人剩下的那一点制造业的岗位也会保不住。那这个预言呢，大部分现在也成真了。那自由贸易的第2大后果呢，也很容易想到，那就是工资停滞不前，甚至是下滑，劳动者沦为了输家。在高薪的制造业岗位流失之后，那美国的劳动力就不得不大批的涌入那些低薪不稳定的服务业，而求职者过剩又进一步压低了工资，大批蓝领工人被迫端起了盘子，接受低薪。二战之后的头几十年里美国工人的收入本来是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齐头并进的，但是巴拉特反复批判的那个让美国彻底打开国门的1973年成了一道非常明确的分水岭。在1973年之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在继续节节攀升，现在仍然是独步天下的，因为美国有很多高附加值的金融行业和高技术行业，甚至美国现在的劳动生产率都已经跟其他发达国家拉开距离了。但是美国普通工人的实际收入中位数却是持续下降，创造了美国史上最长的生活水平下滑记录。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有80%美国工薪阶层的收入比1973年减少了近 20%。 同样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了今天。1979年到2018年，美国的平均工资购买力几乎没有增长，广大劳动者在过去40多年基本上无缘经济增长的红利。这也应验了自由贸易的迷思里的预言。那些支持自由贸易的人经常会说，竞争可能会伤及部分的工人但是大家作为消费者会买到更便宜的商品，这种是好的吧？巴拉特对这种说法也是嗤之以鼻他说这只是算到了明处的小账，却没有看到背后的大账。因为大部分美国人首先是拿工资吃饭的劳工其次才是消费者。如果自由贸易让工资缩水那么商品再便宜有什么意义呢？比如说进口中国廉价电视机或许能够让一个美国消费者省下$50，但是如果自由贸易让他的年收入减少了$500，那不是亏大了吗？低价商品的甜头是摆在明处的，可是割掉工资的那把隐形的刀子其实更加的锋利。更加严重的是，自由贸易加剧了贫富分化，自由贸易的果实都被富人和顶层精英吞掉了。廉价进口和海外生产压低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资，而资本和高技能群体通过全球化获取了更多的利润和更大的市场，那贫富差距自然就会扩大。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只有收入最高的那 20% 的人群实现了实际收入的增长，他们攫取了自由贸易的几乎全部经济成果。其中最富有的那 1% 是财富激增到9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顶尖的 1% 的家庭的财富总和已经超过了底层 90% 人口的财富总和。然后呢，是自由贸易的第3大后果，那就是现在最热门的巨额贸易逆差，美国的经济空心虚胖。制造业外流导致出口疲软，而廉价的进口又刺激美国人买，结果就是贸易逆差连年高企。从1990年代起美国年年都是巨额的贸易逆差，规模不断的刷新记录。以2022年为例，美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接近$10,000,000,每卖出$1的商品就要买入大约$1.5的外国货。那长期下去美国对外债台高筑，关键产业越发的空心化，很多行业对进口依赖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地步。
一旦遇到什么风吹草动的情况啊，脆弱性就立刻会暴露出来。比如说2020年疫情堵塞全球供应链的时候，美国就发现连口罩、防护服这样的一些基本医疗物资都是严重的依赖进口暴露出供应链存在巨大的隐患。之前小林说做过一期节目说别看美国贸易逆差看上去很大，但这只是经常账户逆差，而美国的金融账户其实是巨额顺差的，而且金融账户的顺差和经常账户的逆差正好是相互抵消的。所以结论是美国总体上在贸易上居然是均衡的。但其实结合我们前面说过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小林那期节目没有说到的是，在金融账户上巨赚的和在经常账户上巨亏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拨人。在过去几十年的这个自由贸易的大潮里呢，中产和底层在持续的失血，财富越来越集中在精英手里。与此同时呢，行业的天平也是越来越倾斜，实体的越来越空心，虚拟的越来越虚胖。所以呢，其实魔鬼在细节中。小林说里的那张图并没有错，但那是站在上帝的宏观视角来看，进账和出账的确是能够抹平的。但其实如果往细了看的话，内部其实是矛盾重重。自由贸易的迷书这本书把美国一厢情愿拥抱全球化竞争称作是一场自我毁灭的浪漫，是牺牲了本国工人和中产的利益，成全的却是华尔街、跨国公司和外国对手。当年巴拉特的这些论断被当作是危言耸听而今天川普发动关税战，美国举国反思自由贸易，这些反应背后的现实不就是巴拉特30年前做出的这些神预言吗？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当年那些自由贸易的忠实捍卫者们也开始发出一些自我反省的声音了。比如说保罗·克鲁格曼本人就在201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承认他和其他经济学家遗漏了故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没有料到全球化会发展成超级全球化，对美国产业工人阶级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冲击。意思就是他们当初把问题想简单了。事实证明，自由贸易对于普通工人的伤害比想象中要大得多。那说完了自由贸易的问题呢，我们下面再来看巴拉特在那本书里提出的解决方案。面对自由贸易造成的这些乱象巴拉特并不只是唱衰他还给美国开出了一剂非常大胆的解药。巴拉特提出的这个方案可以说是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完全唱反调的，叫做竞争性保护主义。听名字就特别的辩证是吧？左手抓保护，右手抓竞争，两手都要硬。首先呢是强调保护的这部分，巴拉特主张要大幅提高关税，恢复贸易保护。巴拉特认为应该立刻把美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从当时的大约 5% 提高到 40% 以上。如果川普这次关税战最后与那些主要的贸易对手，比如说与中国的税率最后真的就落在 40% 左右，那可就太有意思了。那这个涨幅呢，等于是把美国市场重新武装回了19世纪末的高关税水平。而且巴拉特强调这必须是全面性的高关税，不是偏袒特定的行业，而是为所有的产业都立起一道篱笆。这样一来呢，外国厂商就没有办法再以超低价来倾销，美国市场的天平才能够重新公正。这就是左手抓保护的这一面我们再来看右手抓竞争。为了防止高关税把国内的那些企业养得不思进取，巴拉特开出的第二味药同样是非常的刚猛那就是要强力推行国内反垄断，激活市场竞争。他建议要禁止行业巨头的并购，规定任何一个单一的公司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不得超过 10%。如果一个行业被几家寡头把持，那政府必须毫不犹豫把它给拆分，引入更多的竞争者。因为只有充分的国内竞争才能够逼迫企业不断的创新，降低成本，提升质量，消费者也才能够受益。高关税只能够挡住外部的对手，但是屋子里边不能够死水一潭，必须让国内企业残酷的竞争。所以呢，巴拉特的保护主义并不是一味的闭关锁国，他追求的是有竞争的保护，在保护本土产业的同时，也要打散内部垄断，要保证市场的活力。而刚才这两招我这样一个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怎么是越听越熟悉呢？这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走的路吗？
也就是虽然开放国门，但又不是全开，让国外的技术资金进来，却用一些壁垒挡住国外的竞争者，至少是增加他们的竞争成本。这不就是巴拉特的左手抓贸易保护吗？与此同时呢，改革开放的前30年又在国内很多领域放任民企展开残酷的竞争，现在都叫做卷了。那结果呢，就是成功的卷出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这不就是巴拉特的右手抓国内竞争吗？那这两招加起来，不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关门养股吗？在一个对外半开放半封闭、对内残酷竞争的环境里，厮杀出一些战斗力非常强的行业领先企业。从一开始的制造业崛起到后来的互联网行业，不都是这个套路吗？除了左手抓保护，右手抓竞争之外，巴拉特还有第3招，那就是制定国家工业政策，扶持关键产业的研发。除了关税和反垄断巴拉特还倡导政府应该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扶持战略性的产业，加大对前沿技术研发的投入。他建议由联邦出资设立一些研发项目，开发降低污染的新技术，推动缩小工厂规模，提高本地化生产的一些创新。巴拉特显然不是一个纯自由市场派他主张国家要主动投资未来的生产力，而不能够指望自由市场能够自动解决一切。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像2战后扶持盟国复兴那样，扶持本国工业凤凰涅槃，而不是坐等市场出清。如果再加上这个第3招的话，那味道就更加熟悉了。政府入场扶植关键产业，这不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干的事情吗？想想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是怎么崛起的。所以呢，前面这3招加起来，难道不就是中国过去这几十年刚刚走过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非常多的争论，支持的人说中国就是走出了一条非常独特的发展道路，反对的人说其实也没啥特殊的，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无非就是实施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嘛。但是如果我们对照巴拉特的刚才这几条建议来看的话，那也许中国改开之后的前30年走的路的确是一条有点不太一样的道路。只不过呢，这条道路在主流经济学界和媒体上一直都缺乏一个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名称。而其实呢，这条道路早就在1993年的这本《自由贸易的迷思》里被巴拉特命名了，那就是竞争性保护主义。如果美国目前这些由于贸易失衡导致的社会经济问题，最后真的是靠类似巴拉特的方案得到解决，那可真就是太让人唏嘘了。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关于自由贸易的迷思，大家有任何的看法，欢迎留言讨论，只要我有精力都会尽力回复。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呢，请你点赞、分享、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之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